最近这2年，伴随着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我国海军也时常出远门进行一些周期性打卡活动。比如说前不久的环岛军演时，山东号航母编队便突破第一岛链，前出至关岛海域进行演练。当然，这也不是我国航母第一次前进到如此真位。早在去年，辽宁号编队便已经前出至关岛海域，进行了多科目的实战化演练。有道是：仗怎么打，兵怎么练。辽宁、山东2艘航母前出关岛海域，那自然不是为了耀武扬威和单纯的图好看而去的。此类行动在战时对于我国突破第一岛链、打击第二岛链上的核心关岛是有大作用的。另一方面，我国海军的定期演练科目当然也不止关岛打卡这么一个。另一个方向上，同样作为美国本土的阿拉斯加，也是中国海军最近这2年经常光顾的地方。按照御用摄影师日本自卫队刚刚通报的消息，一艘由055大区102拉萨舰所率领的远洋主力编队日前已经一路北上，穿越日本海，向着更远的航迹驶去。按照日本自卫队通报的情况来看，本次北上日本海的中国编队，除了一艘055大驱之外，还有2艘052地形驱逐舰和一艘054A 型护卫舰，同时还有一艘综合补给舰。时常关注海军新闻的朋友看到这儿，基本就明白了，这种编队配置就是我国近2年来执行各种远洋任务的标准配置。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早先我国海军的055大驱南昌舰率领远洋编队前出北上，穿越日本海，开到阿拉斯加附近的时候，也曾用的是此种编制。相同的编队配置出现，再加上同样北上航迹图摆在这里，虽然目前还不能肯定北上穿越日本海的拉萨舰队下一步就一定是前往阿拉斯加，但确实说开到美国家门口的概率那也是相当之大。也许用不了多久，美国阿拉斯加海岸警卫队的小船小艇们就能再一次近距离目击中国海军万吨大驱扬威的身影了。正所谓寇可往，无亦可往。美国海军能干自由航行的事情，咱们中国海军一样也能干。上面虎哥也跟大家说到了，现如今的中国海军讲究的是一个仗怎么打，兵怎么练，就像是辽宁和山东编队前出突破第一岛链，该到第二岛链核心的关岛海域。这对大多数军迷朋友而言还能理解，毕竟如果在战时能有效打击、压制乃至摧毁关岛这个重要节点的，无论是美国海军还是美国海军在此地经停、周转、部署，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进驻关岛空军基地的美军战略轰炸机部队会被摧毁在跑道和机库上，停靠在关岛码头做简单维护休整的美国航母也会被击毁在港口内，这对美国在亚太的战力无疑是重创。故而，如何展开关岛方向上的作战，对我军来说绝对称得上是一个重要课题。那么，北上前往阿拉斯加又意味着什么呢？我军在阿拉斯加方向上是否也有重要的作战任务呢？应该说以美军战时武力介入台湾这种战斗展开形势来看，我军在阿拉斯加方向上确实有着比较重要的作战任务。从美国本土出发的战略轰炸机可以说是有2条进攻航线。第一条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美国本土关岛、台湾的航线。这条航线里最重要的战略支撑节点就是关岛，拿下它，美国空军那些本土出发、远道而来的战略轰炸机的攻势也就不攻自破。另一条则是阿拉斯加、日本、台湾，驻扎在阿拉斯加的美军战略轰炸机可一路南下，途经日本经停中转，或者是由驻日驻韩美军提供空中加油，再前往台湾空域进行打击。韩国、日本的美军基地在战时都在我国的火箭军打击范围之内，这点无需多说。但是日韩2国毕竟离我国太近，美国战略轰炸机抵达日韩领空时，实际上已经能发射导弹对我国进行打击。所以将防御范围仅限于日韩之内，多少还是有点不太保险，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在此番前提之下，远洋能力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海军走出去迈向深海，就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上上之选。一艘055加2艘052D编队的配置，足以在远海覆盖很大一部分空域，执行对空搜索和空情警戒的雷达哨戒任务。将执行此种任务的地点放在阿拉斯加近海、日本海更往北去的地方，无疑是非常合适的。毕竟海军编队前出的越远，防空警戒圈的范围也就推得越大，背后远在千里之外的祖国自然也就更加安全。且不说055编队能在阿拉斯加近海击落美国的轰炸机编队，即便是不击落，只是发现，将美国轰炸机的具体动向和出动情况作为重要信息传递，尽早反馈传回后方祖国，有更多的反应时间，对美国轰炸机来袭做出应对部署，这也是极好的事情。
所以总的来说，中国海军05大区开赴阿拉斯加近海，这不单单是一种海军实力的展示，代表我国海军现在有能力走出去，开赴远洋，捅穿美国为围堵我国设下的岛链。从实战角度上来讲，也更具实际价值和现实意义，确实称得上是一种能够很好的展示什么才是大国海军的远洋行动。